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ko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，去见一位很久之前有跟他过一面之缘的朋友，很久没有见了。等一下就等他们来。啊，好久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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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你好，你好。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，来自安徽的朋友。大家注意我们那个，我等一下是铁活动这个声音，应该有很多人在流口水啊。你们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关于奖学金，我们可以你们可以联系我和小柔。主教我是小花姐，也是小柔的学姐，我也是在东北大学，现在读的博二。我是从小长大在俄罗斯莫斯科的，完了我老公也是跟着家人，我是跟着父母从小在那长大，完了学习，毕业之后，我就是找到工作。完了，正好工作时候是遇到我老公了，我老公也是跟着家人去莫斯科工作了，所以我们俩遇见了，完了谈恋爱了7年，完了我们就结婚有孩子，我才来到中国。来中国以后，我觉得自己的语言的沟通特别的费劲呢，完了我才决定去东北大学学的汉语。完了，我继续读硕士，完了现在的读的博士。哦，你们学中文会难吗？因为你们一开始在越南应该没有中文，特别难，特别难。从零开始。中国也是一个很难的语言的，如果没有这个50斤的这个大词典，我根本都学不下去的。就他有教你一些活人的词典。我叫小柔的，我和我老公是怎么认识的？那是我来到沈阳这边读研究生，后来在这边读研究生，我就认识我老公。毕业之后啊，因为签证到期了，想留在中国只能结婚了，后来就没办法。哎呀，说美丽的话，就是为了爱情留下来。你没有想再续签吗？当时吧，我就因为当时还没找到工作，所以我就说，那毕业之后就先结婚嘛。结婚之后呢，疫情就爆发了，完了就一直在沈阳待了，到现在。现在我也是在东北大学读博士研究生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，不是纯粹的爱情啊，原来都是有原因。所以你们上课是跟中国学生一起？是的，我们上跟中国人一起，没有一个班会单独开给留学生，除了学汉语之外，现在政府和中国也是要求留学生学跟中国人一样，一点都不差。对吧？学汉语是给外国人的，所有的门课，不管你学在那个英语还是汉语，都得要跟中国的学生一起学。你们知道中国的学生能爬到硕士和博士东北大学，那就相当的很优秀的了。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有压力也挺大的。可以理解，对吧？我们语言方面都有一点障碍了，完了他们还那么优秀，当然了，我们特别的压力，就是需要努力的多。那有信心吗？没有的也有信心吧？有信心吗？加油吧，不能养老就掉链子，对吧？对吗？我是全家在越南，还有在中国，包括我老公家，我是唯一的一个博士，所以我得要那挺有压力的，努力吧。为家族争光啊！有5级6级，好的，对。像我本身就是马来西亚华人嘛，你在越南的话，像你现在是中文名是吗？对，那小花也是。小花是我一个在家里的小名，跟我这个俄罗斯的名字一样的，因为我的英文名和俄罗斯的名字叫 Jasmine， 叫那个茉莉花嘛。完来这里就大家都叫我小名是小花。我的真正的名字不是这个，我姓汪，因为在越南很少有姓汪，就是三点水的汪。我可能也是明朝后代或者华人，但是很多年了，我们全家都不会中文了。但我这个姓在越南只有1%吧，很少。那小柔的姓我蛮常听到的。对对对，他是真正的是越南人，越南人是姓阮的，姓阮比较多。对，你会说自己是越南华人。
人还是越南？不，我们不是华人，我们纯粹的都是我们是越南人，我们不是华人。其实，在越南胡志明那边也有不少华人，就是真正的华人，但是我们是越南人，我们是后来学中文的，所以才会说中文，而不是我们原来在越南已经会的。所以你们完全跟那个中国的习俗是脱离的，完全没有关系。怎么说呢？其实，在越南的话，在越南胡志明那边，很多华人都是从广东和福建过来，但是可能他们那边还保留一些跟中国这边习俗比较相似的，包括他们的饮食习惯，还有一些那种文化的特征。但是我们越南本地人吧，可能就跟他们不太一样。但是我们越南人吧，还是平时也是很喜欢去华人街那边，去那边品尝他们的美食，还是确实蛮好吃的。明白。对，而且他们那边有一个就灯笼街，完了就感觉很有中国对，很有中国在的胡志明市有华人区，他们做那个吃特别好吃，像广东菜一样的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是有来自马来西亚的 uncle， 完了她老公也是中国人，是来自安徽合肥。对，今天还有美丽的大沙来自俄罗斯，还有小花姐国际餐桌是吗？来自很多国家的东北特色。对，完了我们来到沈阳必须得安排铁锅炖，对吧？这一下吧，好，干杯，干杯！干杯！欢迎你们来沈阳。谢谢，谢谢。你们知道中国有56个民族吗？我们越南也有54个民族。那么这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，但是我们还是通用了那个普通话，就是现在的越南话一样。有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少数民族这个话，比如小柔，她是中国的那个壮族吧？是吧，小柔？对，我在越南，我是大彝族，完了在中国这边属于壮族的，我们可以用壮语跟那个广西边界的那个边民聊天，都能听懂的。还有你会跟那个泰国人？泰国的话怎么说呢？会有一些字就是能听懂的，但是不完全是。但是越南我们有那个泰族，都可以跟泰国那边沟通，没问题的。你看泰剧，你偶尔听得懂，偶尔都会能听懂几句。壮语的数字应该是跟泰语挺像的，让我读一下，看你们能不能听懂啊？从1数到10吧。1 2 3 4 5 6 7 8 9 10，就是从1数到10。我虽然听不懂，但是我听出来他们的那个语音是这样的。对，因为我以前认识一个泰国的朋友，完了我问他从1到10怎么数，完了他数1，完了我继续数，完了你怎么会？因为我就是我的少数民族的语言的，他们说呢，他们的语言完全都听不懂。对，听不懂。当然了，对，我们是54个民族，我听得懂的是普通话，对，我说的是普通话，我是那个京族，北京的京嘛，我们基本上越南人都是京族，这个是像那个中国的汉族，其他的族他们说别的语言，我们京族好像中国也有，也算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，而且我们京族说话就像广东话一样，比如说我说越南话，利息đâu rồi，就是红包在哪里？那广东话也是利息đâu rồi，还有我们说公安，中国人也说公安，很多意思就像广东话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也说毛就是猫的意思，白马是你猜一猜，白马对啊，白马那不是白马的吗？这个世界很神奇，对吗？这样你们去云南也挺适应了哈。云南就是我们的气候，对，我们的人和我们的气候长得差不多。要不然离越南近，像广西、云南或者广东这边太近了，可能就比较相似的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还是远一点看，这边有雪啊，冬天是吧？完了风景也美，哎，就想看一些不一样的。我们有那个生活习惯习俗，也是有一点点中国的印象。比如说我们过这个春节啊，或者我们吃粽子啊，也是一样。但是我们的粽子是方形的，中国的粽子不是这样。我们这三角形。所有我们也吃那个汤圆，我们也吃很多。所有的这个节日，就是都是一样的过，对吗？但是可能不同的太多了。中国以内的，比如东北人跟南方人不同的太多了。我们还是一个外文，这不同的太多了。对。但是有一个不习惯的呢，就是中国人特别的爱面子，说话特别的拐弯儿。
我们可能是我在国外从小到大，我说我想什么就说什么。对，我不喜欢这个拐弯的人，他们想一个事情完了说不一样的。我觉得可能就是中国和越南就是挨着吧，完了离得比较近，所以在文化方面有很多相同的吃处。我们和中国也同样也是过年，同一天也有那个端午节，也有中秋节，但有一个不一样的是，我们中秋节那边是儿童节，但是中国这边是团圆节的。你们中国的中秋节是你们的儿童节就是在中国也过中秋节，对吧？但是在中国中秋节意思就是团圆节的意思，但是在越南中秋节就是给儿童节，给儿童过的，就像6·1就是儿童节，然后我们越南有2个儿童节，一个6·1和一个中秋节。那你们还吃月饼吗？我们也吃月饼，我们也赏月，有很多样子的月饼的。我们月饼是咸的。对，馅是咸的，所以是那月饼是小孩吃呢，还是全家都吃？都是给小孩吃，但是大人也喜欢过。那你觉得大部分的越南人他们是如何看中国的？最近几年来吧，很多越南人都很喜欢来中国这边留学，也喜欢来中国这边去旅游的，包括两国的那个贸易往来也是越来越繁荣，越来越好。到现在我还是感觉很多越南人都还是很喜欢中国的，尤其是很喜欢来中国这边旅游。也是看中国的明星的电视剧啊。对，我们那边也是经常追星，很喜欢看中国电视剧，有很多中国电视剧在中国这边火，越南那边也火。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中国很大的，越南是不是挨着那个广西中国的嘛？他们还以为越南和中国是一个天气一个风景都一样。对。后来我来中国了，我发很多视频，我在这里有很大的雪，完了有那个黄叶，他们哎你在哪？我是在中国。我还以为你还是在俄罗斯，有这么一个好看的风景，什么样的风景都是有的。但是现在越南人知道很多，所以有很多人喜欢和爱来中国旅游。对，能得不要去欧洲也能看到这么大的雪，也能滑雪，完了也能享受欧洲的天气，对吗？对，中国现在是所有越南用基本上80%-90%的衣服、家具什么都是从中国来的，所以对中国还蛮好的。哎，你小时候也有中国的那些电视剧跟音乐吗？小时候《西游记》啊，我们都是中国合适的吧？对，《西游记》普遍越南，还有我们还看《还珠格格》，还有很多那种中国叫什么四大什么来的4大名著，我们基本上越南都看过了。对，基本上从小就是看中国电视剧长大，尤其是《西游记》啊，《西游记》。红楼梦，我特别喜欢《红楼梦》，我记得我妈看《红楼梦》。每次他都哭，每次都哭。歌曲呢？印象最深刻小时候的那中文歌啊，我因为以前我们看那个格格那个《还珠格格》，《还珠格格》，就那个歌曲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了。有一个姑娘，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小柔在东北啊，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吗？东北离越南比较远，所以我感觉在饮食方面，包括一些生活习惯，还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。首先，因为东北天气比较冷嘛，都是冬天零下20多度，真的对我们来说真的有点是挑战，是吧？对，但是还好屋里有暖气，所以屋里还是挺幸福的。就是我来这边也是不耐寒，我穿很厚，我也不抗冻，我也是，真的。第二个还是那个饮食方面。东北人这边就是吃的比较油腻，就是大油嘛。完了，但是因为能理解，因为这边天气冷，他们要吃那样才能抗冻。而我们那边因为天气的原因，天气比较热，对，所以吃的比较清淡的。哎，我们油腻大肉的我们不吃不了。锅包肉不吃吗？我超爱。可以，但偶尔可以，每天吃我吃不动。喜欢吃清淡，它的原味的。就在异乡的话，你们想家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？
那就是我们想家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有好几个姐妹，这是我的闺蜜，对吧？完了，我们会一起做饭，会做一些越南菜。对，我负责做饭，她负责拉人，不是负责吃，我负责吃，我经常来小花姐蹭饭。完了，我们想在吃就吃饭，做那个越南菜，各种各样的样子。完了，可能是打视频给家人聊聊天，对，就能这样，对，差不多都一样，对。给你们带去做饭的小玉姐还有小花姐，全宴都是越南菜。OK。那不是新年快乐吗？5年后肯定我们还是在中国的吧，因为中国是我老公的家，他的家人在这里很多，而且我也慢慢的喜欢了这个地方，我也爱沈阳。当然我每年都要回去越南或者去俄罗斯，但是还是回来这里，因为沈阳还是一个很稳定的城市，毕竟这里是有故宫。我去了，去了，对吗？对，他们说沈阳从没有地震，从没有大的暴雨，是一个风水宝地的地方。对，哪怕都去哪，但是我们还是回来的。5年之后，目前还是努力博士能毕业吧，但是目前我们已经在沈阳定居的，应该暂时还是在沈阳。完了，将来有什么发展的话，到时候再考虑吧。也有可能是回越南，但也有可能是在中国，到时候看自己的那个计划怎么样嘛。但是目前还是打算还是在沈阳，毕竟沈阳也是一个比较适合生活的城市。比如说半年在这，半年在那。对，是的。明白，那跟我的差不多啊，都是这样想啊。对，两国跑多好。对，这是我们终极目标。对，两国都是家。对，去洗浴中心算吗？洗浴中心，所以说东北人都比较擅长说话嘛。好，那这一次非常感谢小柔还有小花姐。对，一下我们的账号，小花姐的账号是什么？我是小花中月娥吧。对，完了我账号是越南小柔刀。越南小柔在对海，自己的账号，我都忘自己的账号了。欢迎大家都关注我们，也是更多的支持我们。感恩，xin cảm ơn. Xin chào, hẹn gặp lại. Xin chào, hẹn gặp lại. Hẹn gặp lại. Bye bye. 完全没有跟上。祝你们玩的开心啊！好，谢谢。以后我们去合肥找你们玩。一定要去合肥找我们，爬黄山，必须的。其他就是安徽板面。吃安徽板面。我没吃过。